今天不談帝王將相，也不談神仙鬼怪，而是談一個人，他在地獄裡找到生命的意義。話說二戰時期，有位維也納的神經科醫師叫弗蘭克，他本來有大好前程，卻被丟進了納粹的集中營。在那裡，人命比螻蟻還賤，飢餓、嚴寒、毒氣室，隨時隨地能把人碾成粉末。您要是問，在那種地方，人還剩什麼？沒了，全沒了。錢財、地位、家人、手錶，甚至連頭髮都被剃光。您說慘不慘？但就在這片絕望的爛泥巴裡，這位弗蘭克大夫卻硬是開出了一朵顛覆人類心理學的花。他發現了一個天大的秘密，在刺激與回應之間，藏着一道縫。什麼意思呢？就是說，納粹的鞭子抽下來，這是刺激；一般人只能恐懼、絕望，這是回應。但是弗蘭克大夫瞪大眼瞧清楚了，不對，在被抽打和產生絕望之間，人還握有一絲絲最後僅存的自由，那就是選擇以什麼態度來面對的自由。各位，您可別小看這一絲自由，這是一個人最後的自由，這也是人生最大的自由。自由不是控制世界，而是控制自己的選擇。這就是他整個心理學療法的命根子，叫做意義療法 （logotherapy）。他說啊，世人多半以為，人活着是為了追求快樂或者追求權利。錯，大錯特錯。人活着的首要動力，是去找到一個為什麼活的理由，並非追求快樂或權利，而是去發現生命的意義。即使在最絕望的處境中，人依然可以透過意義來支撐自己活下去。甚至，人生不是先有幸福才有意義的，而是先找到意義，人才能承受痛苦，甚至因此活下去。什麼叫意義？很多人以為有錢有意義，成功有意義。不是。弗蘭克認為，意義是值得你為他受苦的東西。例如，父母願意熬夜照顧孩子，醫生願意一直夜班，創作者願意修改作品上百次，投資人願意等待10年。共同點都是，因為有比痛苦更重要的目標。意義療法由3個互相連鎖的基本信念構成：一、意志的自由，人擁有在任何情境下選擇自己態度與回應方式的自由，這是意義療法的心理學前提。2、追求意義的意志，尋找並實現生命意義是人類最根本、最原始的動機。3、生命的意義，生命在任何时刻、任何處境下都有其獨特意義，這個意義是獨一無二，且因人因事而異的。而弗蘭克大夫指出，人可以通過以下3種途徑來發現生命的意義：一、創造性價值，通過工作、創作或完成某項任務，賦予生命意義。2、體驗性價值，通過體驗自然、藝術或與人建立深刻的連結，如愛，來發現意義。3、態度性價值，當面對無法改變的苦難時，選擇以何種態度來承受，本身就能彰顯出深刻的意義。他苦口婆心地說，其實就是為了說服我們3件事，句句都是當頭棒喝。第一，別再問生命給了你什麼，
要問生命在期待你做什麼。現代人老是抱怨，哎，命苦啊，為什麼是我？為什麼我這麼倒霉？弗蘭克大夫在集中營裡跺着腳，大聲地說，把問題倒過來。生命像个嚴厲的考官，每天都在出考題。你今天遇到的挫折，生病的家人，做不完的工作，全是考卷上的題目。意義不是等着你去發現的寶藏，而是等着你去解答的謎題。你不是受害者，你是答卷人。第二，痛苦本身不值錢，但你面對痛苦的架勢值錢。他說了句硬話，苦難本身沒有意義。可不是嗎？被折磨哪有什麼意義？但是，如果你能不讓這苦難白費，把它當作煉丹爐，那你面對苦難時的尊嚴、勇氣和那股不服輸的勁兒，就能煉出最純的金子。當你無力改變處境時，你還能改變自己。這種改變，就是人類精神最高層次的勝利。這是在說服我們，痛苦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在痛苦面前跪下去，還忘了自己曾經站着。你如何面對痛苦，決定它有沒有價值。第三，過去無法改寫，但未來永遠欠你一個回答。他發現，有人身體很強壯，卻很快放棄生命；有人又瘦又病，卻一直活下來。差別不是體力，而是他是否還知道自己為什麼活着。因此他得到一個結論，真正支撐生命的不是快樂，而是意義。換句話說，集中營裡最先倒下的，往往是那些覺得再也沒盼頭的人，而撐到最後的，心裡都有一件未竟之事，可能是還沒寫完的書稿，可能是等着重逢的愛人。只要心裡還有一個為什麼而活的目標，人就能承受幾乎任何如何活下去的苦。說到這裡，您可能覺得這是碗雞湯，不，這是用集中營的鐵絲網熬出來的一碗藥，苦得辣喉嚨，卻能救命。最後，弗蘭克這個意義療法啟示我們，生命從不欠你一個美好的結局，但生命永遠等着你，用你的自由意志給他一個響亮的回答。即使在苦難中，也要保持樂觀，並相信痛苦本身也能轉化為某種成就。意義療法認為，人必須對自己的生命負責，並回應生命對我們提出的問題。與其追問抽象的生命意義，不如去回答生命在此時此刻向你提出的具體問題。所以，無論身處何種境地，我們都擁有選擇自己態度的終極自由。而生命的意義正存在於我們如何運用這份自由去創造、去體驗、去有尊嚴地面對挑戰的過程之中。各位，下次當您覺得過不去的時候，不必去廟裡求神，也不必怨天尤人，只要閉上眼，問問自己一句：此刻生命正在考我什麼？而我打算怎麼回答？能答出這個問題，您就算聽懂弗蘭克大夫的意思，也真正活出意義來了。充滿智慧的佛陀在《雜含經》卷5第107經中說的故事，正好呼應弗蘭克的第三途徑——態度性價值。當時，有一位120歲的老居士，那居羅長者，因年老多病，身心俱疲而向佛陀求教。佛陀教導他：善哉，老居士，我的身體雖然病了，但是我的心不病。長者不解其意，舍利弗尊者解釋：
凡夫因執着於色身是我，當身體變化時，心便隨之憂悲苦惱。而聽聞正法的聖者，如實了知身體的真相，不執着於我，所以身體雖有苦，心卻能保持平靜，不受干擾。另外有一次，佛陀的腳被飛來的碎石片刺傷，引起劇烈的疼痛。然而佛陀並未因此陷入煩惱或恐懼，而是心中持續保持正知正念，默默地承受身體的痛苦，不起煩惱。這則故事是身苦心不苦的終極實踐。佛陀以身作則，展示了態度性價值的最高境界。即使身為覺悟者，身體依然會感受到苦痛，但他選擇了以平靜、正念的態度來回應，不被苦難所定義或擊垮，完美體現了弗蘭克所說的在刺激與回應之間存在一個空間。佛陀並非否定身體的痛苦，而是指出我們可以選擇不讓它引發內心的第二支毒箭。這與弗蘭克主張的即使在苦難中，人依然保有選擇自己態度的最後自由，在本質上完全一致。當時焦薩羅國的文图王因為最心愛的王妃去世而悲痛欲絕，終日不思飲食。他求助於佛陀，佛陀用智慧引導他，讓他明白有愛就有痛苦的道理，一切因緣和合的事物終將離散，執着是痛苦的根源。最終文圖王領悟了佛法，從哀傷中走了出來。這個故事從另一個角度切入，弗蘭克認為透過體驗性價值如愛可以發現意義，但佛陀更進一步指出，對愛的執着正是辛苦的根源。當面臨愛別離時，佛陀提供的解方不是尋找替代的意義，而是如實觀察並放下執着，從而獲得內心的平靜與解脫。弗蘭克的意義療法是階梯的第一層，他幫助在深淵中的人找到一顆可以抓握的石頭。意義，先撐住，活下來。佛陀的教導是階梯的更上層，他告訴你，當你抓着石头意義活下来之後，不要永遠只掛在懸崖上，你可以學習更穩固的攀爬技巧，界定會最終爬到懸崖頂端平坦的草原，涅槃，那裡不需要緊緊抓住任何東西，但是你獲得了真正的自由與安樂。換句話說，弗蘭克教你提起一個意義來對抗苦難，佛陀教你先徹底看清這個意義的本質，然後放下對它的死抓不放。但放下不等於放棄生命，而是放棄了對生命狹隘的執着，從而獲得了對生命全然的覺醒與擁抱。當你不再把意義視為必須緊緊抓住的救命稻草時，你反而會發現，整個宇宙都成了你活出意義的舞台。可以化成一條因果鏈，找到人生意義，願意承受痛苦，保持希望，繼續行動，生命開始改變。反過來也是成立，失去意義，失去希望，停止努力，精神崩溃。所以人生最大的危機不是痛苦，而是不知道痛苦是為了什麼。這些理論並非停留在哲學層面，而是在当代真實事件中被反覆驗證。接下来聊聊幾個實際例子，才會真正明白意思。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襲擊事件後，以色列人质赫什·戈德堡波林的母親瑞秋·戈德堡波林在為營救兒子奮鬥的過程中，
反复引用弗蘭克的名言，知道為何而活的人，幾乎能承受任何如何活下去的問題。他表示，身陷囹圄的兒子正是從意義療法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。在這場創傷之後，以色列的心理學家們也積極運用意義療法，幫助幸存者及家屬處理創傷。這正是弗蘭克所說承諾於有意義之事的當代實踐。另一個例子，在監獄裡，一名被判無期徒刑的罪犯林某某，原本混字當頭，得過且過。在警官引導下，他明白了意義療法，心態產生巨大轉變。他開始將服刑視為改變人生的機會，和為自己、為家人、為社會贖罪的機會，從絕望中找到救贖的希望。還有一個朋友張紅，他在21歲失明以後，並沒有屈服於命運，而是將攀登珠峰設為人生目標。2021年，他成功登頂。他拒絕將成功歸於苦難，而是歸功於我們在苦難裡的抗爭，對命運的反抗，體現了面對苦難時選擇積極態度的自由。在安寧醫療照護中，意義療法被用來幫助臨終的病人尋找生命的意義和圓滿，點亮生命終點的希望。一位鼻咽癌末期患者舒英，即便身體虛弱，仍對醫護人員和氣可親，展現了在生命最後時刻依然可以選擇的尊嚴與價值。青年犯罪預防中心將意義療法理論引入戒毒治療。心理老師也以弗蘭克的理論為主線設計課程，幫助學生思考生命意義。這些都說明，從對抗成癮到應對日常迷惘，找到意義，都是一股強大的治癒力量。很常見的3個誤解：有人以為找到工作就有意義，不是，工作只是工具，真正的問題是它是否符合你的價值。第2個誤解：快樂就是人生目標嗎？不是，越追快樂越容易失望。反而，如果你專注於有意義的事情，快樂常常自然出現。最後一個誤解：人生的意義只有一個答案。沒有。每個人在每一刻都有不同的責任。今天照顧父母就是今天的意義，明天完成作品就是明天的意義。意義不是固定答案，而是當下等待你回應的問題。所以，想象有2個人在爬山，第一個人一直抱怨怎麼這麼累，走了一半就放棄。第2個人也很累，但他知道山頂有等待他的家人。同樣的坡，同樣的天氣，同樣的體力，最後只有第2個人到達。差別不是能力，而是第一個人在問還要走多久，第2個人在想我要去見誰。人生也是如此，真正推動人的不是腳，而是心中的方向。意義療法所闡述的並非遙不可及的哲學概念，而是一種切實可行，能夠幫助人們在逆境中生存和成長的心理工具。從集體災難到個人困境，從生命終點到社會邊緣，選擇自己態度的自由與追尋生命意義的意志，始終是人類精神中最堅韌、最不可被剝奪的力量。
正在於我們順着良知本心，去自覺生命的意義。強調，生命的意義必須在真誠的行動中去體認和實現。生命的意義並非外在的標準答案，而是在你真誠的面對自我、他人與世界，並勇於承擔與行動的過程中被創造和發現的。人無法總是選擇遭遇什麼，但永遠可以選擇以什麼態度回應遭遇，而這份回應正是意義的起點。故事說到這裡，祝福大家且行且珍惜，